我在顶流男星的酒店房间门口开了直播，当着千万粉丝的面说，今天我必须睡到我的偶像。无数谩骂瞬间涌入屏幕，我的祖宗18代都被网友扒了个干净。但我只是在警察赶到后，笑着打开了大门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我，快抓我！我知道很快就会被疯狂的粉丝围殴，但我顾不得那么多。前世我成了男友和他白月光的替罪羊，那辆本该在我名下的法拉利，一夜之间连撞8人，而后一路拖着残肢逃至夭夭。我被送进监狱，所有证据全都指向我。我家被网友送的花圈摆满，父亲的集团一夜间市值蒸发干净，母亲被吓得住进了 ICU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车祸发生前的一天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全网帮我证明清白。我站在酒店楼下，打开手机直播，镜头对准酒店大门。一会我们的偶像秦燕就要下榻这里，今天我一定会睡到她。视频带上了所有热门标签，生怕平台不给我推送流量。我的账号瞬间涌入大量谩骂的粉丝，还睡秦燕？我还想睡呢，做梦呢。梦女可以理解，但姑娘，你看看自己的脸，你配吗？我此刻身穿 T 恤短裤，头戴鸭舌帽，这样的打扮在大马路上一抓一大把，实在不出奇。可惜我没有时间打扮。秦燕的车很快抵达楼下，我赶紧拍下车牌号和她下车的镜头，再次发到账号上，网络瞬间炸开了锅。不是姐妹，你来真的，你这叫私生饭！粉丝团明令禁止，你敢碰我偶像一下，我立刻杀到现场。我扯开嘴角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我朝着秦燕的方向走去，她的经纪人正在前台办理入住，见我戴着帽子靠近，狐疑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瞥了眼屏幕上的叫骂，鼓足勇气继续挑衅。大家看好，你们偶像就在我旁边，我今天势必要得手。尽管我紧张的手心冒汗，但环顾四周，这是本市最顶级的酒店，即便计划出岔子，也有不少名人在场，总能留下些痕迹。趁着秦燕低头看手机的功夫，我使出浑身力气，拉起她直接塞进了电梯。经纪人一声惊呼，引发不小骚乱。他跟着跑过来时，电梯门已经关上，顺利升了上去。这家酒店我有一个固定房间，我手抖着刷了房卡，将秦燕一把推了进去。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，锁上门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秦燕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姑娘别冲动，你喜欢我可以理解，但你现在的行为算是绑架。一听绑架，我更来了兴致是吗？那你的经纪人会不会报警？应该不会，他不想把事情闹大。秦燕语气温柔，你若是遇到难事，我可以帮你，不用这么过激。不好意思，你唯一能帮我的，就是在这间房里陪我度过一晚。秦燕后退2步，下意识捂住衣服。姑娘，强奸罪不分男女，见我没有恶意，她又试着安抚。这样，我给你合影，再送你签名照如何？若是我们共处一夜，恐怕我俩的名声都要受损。名声和坐牢比起来，这点名声算个屁！一想到前世那惨烈的画面，我就汗毛倒竖。红色的法拉利上到处都是断臂残肢，血液早已凝固成深褐色，所有证据都证明是我开的车。男友陆白和他的白月光徐娇娇站在车前，一起指正我的嘴脸，我至今难忘。陆白当时问我，你的车怎么证明不是你撞的？是啊，我没法证明。经纪人很快定位到房间位置，在门外拼命敲门。开门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那可是秦燕，你绑架她是犯法的。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我紧张的要命。听到经纪人来救人，秦燕松了口气，做事要出去。我立马堵在门口威胁，今天你要是想出这门，除非踩着我的尸体。秦燕一愣，只觉得我疯了，不敢再刺激我。几个服务员也围在门口劝说，小姐，我们理解你喜欢偶像的心情，但秦先生也得自愿啊。经纪人的大动作吸引了不少住客围观，不一会，网上就全是秦燕被粉丝绑架的消息，越来越多的人赶来围在门口。秦燕急得满头大汗，我不出去，你打开门总可以吧？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一会全网都会议论开。我可不傻，只要打开门，门外的人能把我拆碎了。今天堵死这扇门，我尚且有一条活路。半个小时后，酒店经理把我爸找了过来，对方倒是客气，毕竟我爸是有权有势的大老板，平时对这家酒店也多有照顾。可我爸是个急脾气，上来就一脚踹在门上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是把你爸我的老脸都丢尽了。他在门外踹得使劲，3两下门锁都有些晃动。你喜欢偶像，花钱追当面见都可以，绑架算什么本事？快出来跟我回家，少在这丢人现眼。听到我爸的声音，我险些流下眼泪。这个最疼我的老爸，前世因为我的事一夜破产，背负着巨大压力跳楼身亡，全都是因为我这个不成器的闺女。眼下顾不得解释，我只能叫他先停手。爸，你别撞了，今天我睡不到秦燕就死在这。我爸果然吓得收回动作，隔着门镜看时还闪了腰。你疯了，就为了个偶像，连爸妈都不在乎了。他脸色铁青，拍着胸口从兜里摸出救心丸服下。乖女儿，你先出来，你喜欢他，爸爸帮你安排还不行吗？经纪人等不及，一把推开我爸上前游说。楚宁，你听好，秦燕现在的身份连交往女友都不行，你这样做是毁了她。你知道今晚过后她要赔偿多少违约金吗？我心里有些愧疚，
朝着门外喊：没事，不管多少你找我爸要，我们赔得起。门外已经来了不少秦燕的粉丝，爱着偶像的清誉没敢声张，这会听我这么嚣张，顿时义愤填膺。什么人家这么嚣张，有钱就可以不尊重人？你等着，我们把你全家信息人肉出来，让你尝尝网暴的滋味。我爸不停地给粉丝道歉，却依旧平复不了众人的怒火。秦燕有些担心地看着我，你应该也算千金小姐，有必要因为我做到这份上吗？我的粉丝可不好惹，让他们扒了你的消息，你会遭到不少网暴的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和网暴比起来，命更重要。我妈不知何时也赶到了门外，她哭得痛心疾首，对着粉丝哀求：各位小姑娘，大家都是喜欢偶像才聚到一起的，我闺女也是爱之深切才犯了错，求大家手下留情。而后他对着门后的我喊：宁宁，你快把人放出来，我们回家好好商量。我的心如刀割，若不是我交了陆白这个男友，爸妈怎么会遭遇这些事？上辈子我妈被满屋子花圈吓得住进 ICU， 生死未卜，如今她在外面哭，我在房间里流泪。秦燕有些于心不忍，你既然知道错了，就放我出去，我和他们解释一下，他们不会做过激的事情。我抬头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我确实喜欢他，追星追了5年，这是我离他最近的一次。若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不会用这种办法自证清白。还好我喜欢的偶像是个自带热度的体质，不然还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。如此巨大的骚动终于引来了警察，他们在楼层两端拉上警戒线，粉丝被赶到走廊尽头，我爸妈就在门外，一个不停哭，一个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出警的是位女警官，她十分理解这种追星闹剧，到现场后先问了门内秦燕的安全情况，而后耐心安抚我：姑娘，是不是遇到难事了？咱先出来，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。这间房间是我常年包下的住处，我没允许酒店留存备用钥匙，他们生怕我手里有利器，伤了秦燕不敢硬闯，只能在门外反复劝说。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：是警官，我遇到了难处，只有这个办法能解决，我不会伤害偶像，只求和他共处一会就好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距离午夜12点的事故发生已不足3分钟，只要周旋过这个时间点，我就能还自己清白。女警官不解，什么困难需要和偶像关在一间房间里解决？你出来，我们都能帮你。闺女啊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出来，爸妈什么都能给你解决。我爸的声音带着哽咽。11点58分，几个激动的粉丝冲进警戒线内，疯狂谩骂：我们找到你信息了，楚家是吧？不就是豪门吗？就可以随意侮辱人？我告诉你，我偶像要是因为你事业受损，我们天天去你家门口破粪。11点59分，我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，眼睛里只有秒针一点一点走动的轨迹。12点00分，我猛地打开大门，任由无数相机对准我。警察上前将我的双手铐住，我如释重负的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呼吸，像条脱水的鱼。我终于避开了上一世的悲剧。这一次，面前的所有人都是我的证人。妈妈冲过来抱住我，拼命想帮我挡住怼脸拍的手机。爸爸也挡在我身前。我强撑着站起身，对着面前疯狂的粉丝挑衅：我做到了，怎么样？网暴我吧？警察也有些意外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有人忍不住问：你不会是打算装疯卖傻逃脱罪责吧？我在秦燕惊诧的目光中被带回警局冰冷的长椅上，女警官贴心地递来温水。姑娘，你没构成实质伤害，秦燕也说了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但你能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凌晨12点半，警局里的电话响个不停，除了我面前的女警官，其他警察都忙得飞起。什么丧心病狂？好，我们这就过去。我心里的秤砣渐渐落地，身上却止不住的发抖，为刚才做的疯狂举动感到后怕。女警官拦住一个即将出警的同事问：怎么回事？你们都要出去？刚刚城郊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所有人都得过去支援。我的审问因为秦燕的谅解没持续多久，第二天一早做完笔录，我就被放了出来。门外的阳光还没适应，就被匆匆回来的警察钳住双手。楚宁，昨夜凌晨12点，城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我们怀疑与你有关，你不能走。我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，浑身凉透。不可能，我昨天一直和秦燕在一起，根本不可能去肇事。我做了这么多，竟然还是没改变结局。警局大门推开，陆白带着徐娇娇走了进来。警察同志，我有重要线索提供。徐娇娇一脸焦急地对着警官说：那辆车我认识，就是你面前这位楚宁的。昨天他来找我抱怨陆白的事，喝了不少酒，是我没看住让他走了，没想到他竟然闯出这么大的祸。陆白也摇着头，一脸埋怨：楚宁，你对我不满可以，但没必要做这么极端的事。你早就说过想撞死这世界，我实在没料到你真的敢这么做。徐娇娇拿出一张照片递到警察面前，您看，这就是昨晚他喝醉了酒从我家出去时的照片。画面里我满脸通红的坐在红色法拉利上，我爸忙护住我。不可能，我闺女最是温柔听话，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警察拿出手机里的监控画面给我们看，你认认这是你女儿吧？监控显示就是她开的车。他又掏出本子递给我，爸，你看看，我们今早找到了肇事车辆，还说他胆子小，撞死8个人还敢逃逸。你看看车上的残肢，多少个家庭因为他破碎了。
我女儿绝不会做这么不理智的事，况且她千杯不醉。我爸依旧不肯相信。我们在车上发现了她的 DNA 和指纹，只有她一人的。该作何解释？我妈的身子摇摇欲坠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所以你昨晚疯狂的行为是因为做了错事，受了刺激。宁宁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？我的心狂跳不止，照片上的断臂残肢又让我回忆起那让人癫狂的画面。我扶着桌子疯狂呕出酸水，我扶着妈妈轻轻摇晃。妈，你信我，我绝没做过这种事。警局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接电话的警员摇摇头看着我，头上热搜了，上面要求这件事务必严查，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。警局外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，陆续有人拉起条幅，上面写着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只觉得人生再也看不到希望。刚才陪我做笔录的女警官换好衣服准备交接，看见我还在门口，忍不住走过来。你不是笔录结束了，怎么还没走？他昨夜肇事逃逸还敢走？旁边的警察接口道，昨夜肇事逃逸什么时候的事？女警官皱起眉，就凌晨12点，在京郊死了足足8个人。女警官彻底愣住，我也惊住了，时间竟然没变，还是12点。我急迫地叫起来，警官，我昨夜12点正在酒店绑架，秦燕全网粉丝都能给我作证。警局里鸦雀无声，负责办案的警察看向女警官，他说的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昨天是我亲自去酒店把人带回来的，现场有不少粉丝和住客作证。有监控吗？事发时影响太大，暂时没有完整监控记录。这就奇怪了，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？警察转向我爸妈，你们有2个女儿。爸妈脸色惨白，拼命摇头，不可能，我们只有一个独生女。他又问陆白，你确定你前女友有报复社会的嫌疑？陆白眼神躲闪，却依旧嘴硬，是的，警官，我确定。他不止一次说要和别人同归于尽，我也没料到他会肇事逃逸。徐娇娇躲在陆白身后，被警察叫到时吓得浑身哆嗦。你呢？他从你家出来的时间是几点？8点？不对，是9点。胡说八道，照片上的时间是11点35分，你说是9点，他9点离开你家，怎么会12点还在京郊肇事？可眼下没有直接证据摆脱我的嫌疑，我只能暂时被关押。警局外，死者家属陆续赶到，他们打砸大门，扯着条幅，纷纷喊着让我偿命。吵闹声隔着几道门都能听清，上辈子被送花圈的恐惧将我淹没，我蜷缩在角落，浑身发抖。女警官觉得我状态不对，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选择留下。她坐在我身边，所以你昨晚是故意那么做的，对不对？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攥住她的手。是的，我没疯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可你怎么知道自己会被陷害？就当是我做了个噩梦吧，梦里的感觉太过真实。我总觉得徐娇娇像是早就知道我要出车祸，所以才不得已找了最红的明星留下不在场证明。女警官点点头，又问我爸妈呢？他们还好吗？暂时没让他们回家，警局会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她顿了顿，有些犹豫地说，倒是你那个男友看上去一点也不急，在外面抱着另一个女孩，还在不停地泼你脏水。我嘴里泛出一丝苦味，重生一次我才看清陆白的为人。他说什么？他不但说这次的事是你抑郁所致，还说你以前就不止一次出过事故。警局里因为这起案件忙得飞起，我却浑身冰冷。不止一次。楚家和陆家门当户对，我和陆白打出生起就形影不离，18岁成人后更是成了男女朋友，一起上学，一起成长。直到他遇到了徐娇娇，把她当成人生知己，不仅将我抛之脑后，还把我的东西尽数借花献佛送给他。前世，直到他和徐娇娇一起站出来指证我，我才知道他们的关系早已远超普通朋友。我确实不止一次把车借给过陆白，若这不是第一次出车祸，那以前的事都是怎么解决的？我的脑子飞速转动，不停想着破解的办法。女警官见我神色痛苦，只是默默陪在一边。不一会，一个警员跑过来，脸上带着兴奋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先听哪个？我的思路被打断，冷汗不住的流，哆嗦着嘴唇说，好消息，好消息是你暂时没有嫌疑了。你昨天绑架秦燕的事上了热搜，时间线完全对得上，你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我心里一热，急切地问，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关心车祸事件的网友和秦燕的粉丝吵成了一团，你现在彻底火了。我哭笑不得，女警官安慰我，没关系，最起码你现在摆脱嫌疑了。可逝者家属不肯罢休，他们在门外嚷着，他是故意制造的，不在场证明。12点，他在酒店房间里，谁能证明他没有跳窗出去开车？车是他的，监控画面也是真的。我被暂时允许回家，但不能随意走动。爸妈被吓得不轻，一回家就病倒了。还好家里有家庭医生和保姆，我们缩在家里，勉强能避开外面的风波。第二天天亮，我爸强撑着身体打电话，试图减少事件对公司的影响。我妈则彻底病倒在床。我坐在书房里，反复看着女警官发来的车祸视频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，让我亲自出现在了现场。我强忍着不适，反复研究了一夜。画面里驾驶位上的人从发型到着装都和我一模一样，怪不得前世我百般找不到破绽。
我爸捂着胸口站在我身后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知道你是清白的闺女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有爸爸在。我把头埋在父亲怀里，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让他平白无故惨死。突然，当视频第100次扫过逃逸画面时，我猛地按下暂停键。画面里的人做了一个特别熟悉的动作，他在撩头发。我也会撩头发，但这个动作很特别，他在用左手撩右边的头发，而我知道会这么做的人只有一个，徐娇娇。她和我身形相似，高矮相近，这辆车一定是她从家里开走的。我立刻调了家里的监控，果然找到了她开走车的画面。尽管她穿的是我的衣服，但家里的高清摄像头拍得很清楚，她在向我也只是徐娇娇，不是我。我把证据发给女警官，她立马回复会展开调查。我又突然想到什么，再次给女警发送线索，车上只有我的 DNA， 他们一定是戴了手套。仅凭11点35分的视频还不够，麻烦你们查一下徐娇娇近期的行踪，还有她有没有买过和我同款的衣服、假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终于能安心睡一觉了。可2个小时后，我被吵闹声吵醒，只见爸妈抱在一起，瑟瑟发抖地看着门外，家里的保姆正一副要冲出去干架的架势。我走到窗边一看，门外围了不少人，有些是秦燕的粉丝，朝着家门口扔臭鸡蛋，叫嚷着让我出去给秦燕赔罪；有些是受害者家属和激愤的网友，在门口摆上了花圈，喊着让我偿命。我说你们胡说八道，这人那天12点就在我眼前威胁我，偶像我还有照片为证。一个粉丝对着受害者家属喊道：放屁，谁信你们这些追星女的话，就是他杀了8个人，你敢攻击我们？这女的化成灰我都认得。我偶像当时惧怕的样子，我恨不得撕了他，但我可以肯定开车撞人的绝对不是他。另一个粉丝反驳道：你看视频里开车的人发丝的弯度都不对，还有指甲，我记得楚宁没做美甲。他们的话让我心头一颤，连我都没注意到的细节竟然被粉丝们发现了。这些线索都在悄悄指向徐娇娇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却在针对我这件事上空前一致。调查进展不算慢，但我们依旧度日如年的过了5天，直到秦燕亲自发出了声明。那日在酒店，那位姑娘应该是为了自保，尽管素不相识，但我可以证明她确实不在场。我们当时处在12楼，从晚上9点起，她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1秒。秦燕的话直接坐实了我的清白。门口围观的粉丝见自家偶像发声，也暂时平息了怒火，只剩下那些在门口做法的受害者家属依旧不肯离开。可我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我们不得不开车送她去医院。我把妈妈扶到后座，刚打开车库门，所有人就围了上来。杀人犯还敢开车，没找出真凶，你不准离开！我和情绪激动的受害者家属僵持在车库门口，他们情绪失控的掀翻了车子，我妈从后座甩了出去。我跪在地上拼命求救，我妈没有犯错，你们行行好，放我们去就医，我不会跑的。关键时刻，李警官带着几个警察赶到，将我们从混乱中救出，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。回警局的路上，李警官难掩兴奋，我们找到 DNA 了。如你所说，那个开车的人用了驾驶位的镜子，他涂抹的口红留在了镜子上，经过比对，那人就是徐娇娇。我激动的差点从车里弹起来。李警官继续说，他和你那个男友陆白已经被带回警局审问，很快你就能彻底洗清罪名。一路忐忑到了警局，徐娇娇的惨叫声从审讯室里传来，不是我没坐过他的车，是他诬陷我。他像疯了一般叫嚷着直呼自己冤枉。在警察的再三审讯和证据面前，他终于崩溃，说出了实情。我只是羡慕他有豪车才借走开一开，我没想到会撞死人。对面的警察激动地拍着桌子，你撞了人为什么要跑？你知道吗？要不是你加速碾压，很多人根本不用死，他们是被你拖拽致死的。看着那些残肢，你就不害怕吗？徐娇娇被现场照片吓得哑口无言，直接尿了裤子。另一边，陆白却异常镇定。是吗？我又不知道这件事和我没关系，总不能说我给前女友泼脏水，也算是有罪吧。他的父亲陆启良是经理的权贵，他自认有父亲担保，有恃无恐。审问他的警察警告道：你这属于作伪证一样要受罚。那能有多大刑罚？我爸会帮我摆平。陆白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我又不在车上，你们拿我没办法。女警官走到我身边，当初他一口咬定是你，如今这副态度实在奇怪，你还有没有别的证据证明他也参与其中？否则仅凭徐娇娇一人，我总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。我也在思索，那晚徐娇娇借车撞人，伪装成我，这背后一定有原因。她又不是早知道自己会撞人，为何要提前扮成我？徐娇娇因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被正式关押，而陆白因为没有直接罪证被放了出来。我主动联系了他，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，能让你恨不得我死？我开门见山。陆白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你凭什么我就非得娶你不可？这还不够我怨恨的吗？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，这不是你害我的理由，我就是厌恶你，不需要别的理由。我冷笑着嗤笑一声，其实那天你也在车上，对吧？是你叫徐娇娇开车撞上去的，目的就是让我背上罪名。陆白猛地坐直身子，急忙辩解胡说八道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当然有，那车上我捡到了一根不属于我的头发。
不可能，我当时戴了帽子。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拍案而起，你在激我。陆白，别以为这样你就没事了，你还有不少事没解释清楚。我看着他慌乱的样子，突然想起他之前说过我不止一次出过事故，心里顿觉一凉。果然没过几日，李警官就带来了坏消息。那些受害者家属不满徐娇娇单独伏法，认为是你仗着家事找人顶罪。他们挖出了你以前的交通记录，证明你的车不止出过一次事故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过事故，我震惊不已。李警官莫名的信任我，安慰道：“我们调查后发现，你的车确实多次出过事故，摄像头拍摄得很清晰，而且还有一个失踪者，可能也与这些事故有关。但你放心，有这次的事打底，我们对以前的事故也保持怀疑。这件事疑点重重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出过事故，陆白却知道得清清楚楚。我把和陆白见面时偷拍的视频发给女警官，他回复可以当作辅助证据，但还不足以定罪。回到家里，家门早就被愤怒的家属砸烂，全靠物业保安守护着家里的安全。我坐在书桌前，回忆着自己开车的经历和与陆白的过往，一丝一缕地梳理线索。这辆车每次出库都有记录，这么多年，陆白仗着和我关系好，确实借出去过很多次。这些借车次数部分能和事故时间对上，可每次车还回来时都完好无损，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。警局针对这起连环事故开展了专项调查，势必要给民众一个交代。他们果然在之前事故的发生路段找到了一棵长势异常茂盛的大树，挖开后竟然发现了不止一个失踪者的遗体。这件事已经上升到故意杀人的层面，市里高度重视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再有权有势也无法糊弄过去。只是时间太久，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只能勉强看出驾驶者与我相似，但有了这次的经验，谁也不敢断定那就是我。我突然想到陆白特别喜欢去的一家养车店，壮着胆子找了过去。果然，养车店的老板对我的车十分熟悉。你这辆车总来我这儿修，动不动就出问题，每次都是你男友陆白送过来的。我心里一喜，面上不动声色地问：每次都是陆白自己来的吗？还真不是，每次都有不同的姑娘跟着一起。你别说，个个都有点你的模样。一瞬间，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陆白不喜欢我，却总找和我身形相似的姑娘交往，每次还让他们扮成我的样子，然后将事故掩盖。我不得不怀疑，这是一场密谋已久的杀局，目的就是把我彻底毁掉。我带着一丝期待问：店里有监控吗？能不能给我看看？好在我足够幸运，老板以为我是来抓奸的。我塞了一沓钱后，他乐呵呵的给我调了监控。我把监控视频全部发给女警官，不到1天他就回复我：如果视频是真的，那这个陆白太可怕了。你视频里的那几个姑娘都已经自杀了。我如坠冰窟，拼命呼吸，才让自己没有倒下。我把其中一段关键视频发给了陆白。果然没一会儿，陆白就带着诡异的笑容找上门来。我提起12分的警惕，看着他：你都知道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徐娇娇不是你喜欢的人吗？她如今疯了，关在监狱里，你都不去看一眼。陆白，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冷笑一声：我哪个都不爱，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拉你下水。我不解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们两家关系这么好，你没必要赶尽杀绝吧？你以为你爸的事业蒸蒸日上，靠的是什么？陆白的眼神变得阴狠。我爸走到我身边，面色凝重。陆白，伯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怎么会变成杀人狂？杀人狂是你爸。陆白的脸逐渐狰狞。我爸当初拉了你爸一把，他才得以发家，凭什么他成功后就分走了一半的蛋糕？以前我家的日子比你们好得多，就因为你们的出现，我家才一步步走了下坡路。楚宁，我要你替你爸付出代价。我爸挡在我身前，你爸也是这么想的。话音刚落，陆启良就出现在我家客厅里，他抽着烟，一脸有恃无恐。老楚荣华，富贵享够了，也该下地狱了。他看向陆白儿子，给他们都杀了。你爸我有的是本事替你掩盖罪名。陆白举着刀子步步逼近，眼看着就要劈下来，我突然大喊一声：徐娇娇！他狐疑的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猛地冲上去夺下了刀子。尽管虎口被豁开，鲜血直流，但好歹保住了爸爸。陆启良眼里满是凶光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姑娘都比不过，快点结束，等爸爸重回巅峰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他还想动手，却发现房间里早已埋伏好的警力，正举着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他。陆白脸色一变，看向父亲，却见陆启良已经被警察控制住，他嘴里还在不停嚷嚷：叫你们领导来，他敢不给我面子？女警官飒爽地给他戴上手铐，市局已经管不了了，这件事已经惊动了上面，你要找就找省局试试吧。我满手是血，却笑得无比开心，我终于摆脱了这个魔鬼。女警官俏皮地朝我笑笑：恭喜你，小姑娘。我握着她的手，任由她帮我包扎伤口。谢谢你这么相信我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崩溃了。她俏皮地眨了眨眼，其实是我哥拜托我的。你哥是谁？顶流明星秦燕啊！我震惊得无以复加，连连道谢。你不用谢我，吕警官说，他只是觉得你当时的行为不像疯子，更像是受到了胁迫，让我多留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冤屈。我哥的准则就是他的粉丝一定没有坏人。想到那些为我据理力争的粉丝姑娘们，我频频点头。粉上秦燕真的是一种幸运。不久后，市局发布了蓝底白字的通报，彻底为我平反。妈妈顺利出院，爸爸的事业也逐渐恢复如常。我主动拿了5000万，还有我爸公司未来所有的代言资源，一起送到了秦燕的经纪公司。经纪人看着
我满脸戒备。姑娘，你又想睡偶像？我忍不住笑了。不是，我是来道歉的，这是答应好的赔偿金。另外，我爸的公司以后所有的代言都交给秦燕，他说要全力支持我追星，还有追爱。